2007赛季应该是 V8 时代最精彩的一年了，因为这一年在场上不但上演了汉密尔顿和阿隆索的宫斗大戏与 Kimi 最后一战绝地翻盘夺下世界冠军的好戏，场下还奉献了诸如间谍门一类的丑闻抓马，令人回味无穷。刘华强听了都要连夜赶来披瓜。但2007年的背景故事我们就不多赘述了，由于这一年太过戏剧性，所以日后我将会专门开一个系列来回顾整个2007赛季，做一个长合集，同时和1986赛季普罗斯特、曼塞尔和老皮奎特三强争霸的故事平行更新。好的，属于是又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在回顾07年美国站之前，你只需要知道刚被提拔到迈凯伦的自家青训太子汉密尔顿在和两冠王阿隆索内斗就可以了。但汉密尔顿目前更胜一筹，领先头哥8分。两个人在摩纳哥站策略发生冲突之后就显露出了一些矛盾，但并没有被摆到台面上，看起来这种竞争还是良性的。但矛盾真正被公开是在4战后的匈牙利。预知此战发生了什么，请看我的这期视频，保证你吃瓜吃到饱。好，这两个人的故事就到这儿。这场比赛也不是在现在的 COTA 赛道举行的，而是印第安纳波利斯赛道。为了举办 IP 大奖赛，1998年赛道前任 CEO 花费了2年时间，在椭圆赛道内部修建了一条内环赛道，并在2000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 IP 大奖赛。但经历过2005年的轮胎门丑闻之后，印第安纳波利斯赛道便饱受观众唾弃，连年亏损，和以前每场上座20万人的时候完全没法比。07年也是印第安纳波利斯赛道最后一次举办 IP， 此后美国站便缺席了4年，最终在2012年挪到了奥斯汀。这场比赛还迎来了一位新面孔，那就是宝马索伯车队年仅19岁的维特尔，他也是临危受命。上一站加拿大第26圈，库皮卡在追赶特鲁利时和后者发生轻微擦碰，赛车偏离赛道后被瞬间弹起，以3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重重地砸在护墙上。但好在库皮卡只是扭伤了脚踝，并且伴有轻微脑震荡。虽然库皮卡一再强调自己没事，但他手腕上的淤青看起来还是很可怕。库皮卡的脑电波测试与反应力测试成绩也要低于赛季开始之前，所以为了安全考虑，库皮卡并没有被授予参赛许可。此时宝马索伯车队有2个替代库皮卡的选项，一个是蒂姆·格洛克，另一个就是塞巴斯蒂安·维特尔。许多人建议领队马里奥·泰森选择格洛克，因为格洛克在2004年作为乔丹车队的试车手时跑过印第安纳波利斯赛道，而且年龄更大，比维特尔更有经验。但马里奥·泰森力排众议，选择了比格洛克小5岁的维特尔，因为维特尔参与了更多测试，更熟悉赛车，而且维特尔与宝马的合同保证了他作为第一替补车手的顺位。关于这件事背后的更多细节，我都会在赛季末的维特尔传里面讲到。届时将会以分集的形式更新，每集15分钟左右，大概会有10多集。最后一集将会和前几部放在一起，以大合集的形式更新。这还不来3连关注催更一波？而维特尔的排位成绩也不错，第一次参加排位赛就进入 Q3， 只落后队友海菲尔德2位，在第7发车，仅仅落后于迈凯伦与法拉利的火星车以及队友，还有创造赛季最佳发车位置的科瓦莱宁。法拉利此前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拿下过7场比赛中的6场胜利，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完成翻盘呢？或许2台迈凯伦会像上一年美国站一样，第一圈就把互相干掉了，这都说不定呢。而对于第一次参加排位赛的维特尔来说，第7的发车位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他还要面临着比赛时长的考验。毕竟自己以前参加的雷诺方程式以及欧洲 F3 从来都不会跑1个半小时，也不会承受那么大的纪律。维特尔自己好像也太兴奋了，暖胎时差点对上科瓦莱宁的屁股。5盏红灯熄灭，比赛开始，阿隆索第一时间就贴到了汉密尔顿身后细尾流，而后面的 Kimi 起步昏厥了。Kimi 在排位赛多用了一套软胎，所以只能硬胎起步，导致了他的昏厥。07年的轮胎一共有超软、软中和硬4档，统一由普利司通提供。每站比赛会使用2种硬度的轮胎，有白条的是软一点，没有的是硬一点的。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我们就叫它软胎和硬胎好了。进入1号弯，汉密尔顿走了防守线，成功守住了头哥的攻击，但 Kimi 此时已经被海菲尔德和科瓦莱宁超过了，后面还有一坨车撞在了一起，还有一台宝马冲出了赛道，是维特尔。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只见拉尔夫·舒马赫锁死了轮胎，还把巴里切罗吓了一跳。拉尔夫带走了无辜的库特哈德，巴里切罗则是撞上了巴顿，拖着一个离了歪斜的左前轮回了维修区。不过不得不说，本田这辆为了宣传环保而搞的地球涂装都是挺好看的，就是把自己也变成了地球车，还是地球组垫底的那种。那下回印个火星图案，会不会就变成火星车了呢？所以我建议威廉姆斯下赛季可以请三星 Galaxy 来赞助，不就变成银河车了？维特尔也错过了刹车点，直接在1号弯开上了草地，掉了3个位置。看来小朋友的 F1 首秀并不顺利啊。但菲斯切拉走大了，开到了沙石地里，维特尔顺势来到第10。
不过在当时只有前8才有积分的情况下，想要首战拿分，小朋友还得努力呀。Kimi 和费斯切拉此时都开始了自己的反击 ，Kimi 跟上了科瓦莱宁，费斯切拉则咬上了巴顿。费斯切拉的策略和其他人稍有不同，他准备来个1停策略，但当时的排位赛 Q3 是要用正赛起步的油浪跑的，所以重油跑 Q3 的费斯切拉只能第10发车，开上刹车地之后更是掉到了队尾。8号弯费斯切拉挤进内线，但接下来的9号弯是个向右的回头弯，巴顿并没有退让，而费斯切拉也留足了位置。10号弯是一个向左的回头弯，出弯2个人依然轮对轮，但11号弯就是右手弯了，巴顿有内线优势，暂时守住了位置。接下来的12、13号弯都是高速弯，紧接着就是大直道了。费斯切拉吸住巴顿的尾流，大直道上很早就超头了，甚至还没到刹车区就超过了巴顿1个车位。开着一台比领跑的汉密尔顿慢3秒的赛车，巴顿也是尽力了。然后费斯切拉又超过了一台小红牛。注意看，这个男人叫斯科特·斯皮德，这一年的匈牙利站，维特尔便将顶替他的位置。维特尔的身后也是直接出现了断层，里欧兹直接差了维特尔19秒。大直道上，乌尔兹和佐藤琢磨疯狂试探里欧兹和苏蒂尔，但只有萨头桑成功了。不过萨头桑因为第一圈黄旗之下超巴顿是要受罚的，反了，超级亚久力敢弑主了。于是本田降下了对萨头桑的惩罚，在经历过上一站开着超级亚久力超过 Kimi 和阿隆索2台火星车拿下第6的现象级表现后，萨头桑却在这一站以拙劣的自旋陷入刹车地退赛。看来萨头桑还是那个萨头桑。此时阿隆索在被汉密尔顿抛开3秒半之后也渐渐跟上来了，开始刷新最快圈速。但马修在给阿尔博斯出示蓝旗的时候一个没抓住，这下好了，又得出黄旗。那为什么出黄旗呢？因为赛道上有蓝旗，揉吧就是绿旗了。好，无事发生，比赛继续。但也并不是啥事儿都没有，海菲尔德就在1号弯 spin 了出去，最后走了逃生通道返回赛道掉了一个位置，被科瓦莱宁和 Kimi 2个芬兰人两面包夹。第22圈，汉密尔顿、马萨和海菲尔德率先完成1停，紧接下来的一圈阿隆索也进站，但出站之后被堵在了特鲁利后面。但特鲁利也是很有自知之明哈，虽然不是套圈车，但也没在大直道上防守阿隆索。仔细一看，原来是蓝旗的碎片卡到了特鲁利的底板上原来是自带蓝旗参赛，怪不得。Kimi 也进站了，但是出站后并没能 overcut 掉海菲尔德。科瓦莱宁也进站，出站时 Kimi 刚刚超过海菲尔德，立刻走到内线防守，科瓦莱宁一下子被2台车 overcut， Kimi 也来到了实际上第4的位置。而科瓦莱宁的队友直接在6号弯外线对里欧兹动手了，既然发誓直道上过不去，也就只能这样冒险了。而费斯切拉也终于拔掉了里欧兹这个平塞子，终于在身前有了一大片开阔地，可算能发挥自己1停的战术优势了。但自己的轮胎也磨损殆尽了，车队还是在第30圈给特鲁利换上软胎，改成和其他人一样的2停策略了。此时也不知道是新胎的胎压出了问题，还是被慢车挡了，汉密尔顿第2个 stint 的圈速始终要比阿隆索慢，而且他们现在还遇到了一大坨慢车。超过前几台的时候还很顺利，马修也抓住了蓝旗，但到里欧兹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摩纳哥站的赛前采访，汉密尔顿曾经把后排蓝旗不立刻让车的车手称作 monkey at the back， 不想跟他们多浪费时间。在 FP 的第1个赛季就开上火星车，这是多少车手做梦都不敢想的。汉密尔顿的这番话显然惹恼了后排的一些车手，里欧兹可能就不吃这套，挡了汉密尔顿几个弯之后直接进站，而阿隆索已经可以贴上汉密尔顿了。发车直道上，汉密尔顿早早的走了防守线。阿隆索表示小汉子的尾流很香啊，吃饱了的头哥立刻抽头，小汉子把阿隆索尽可能往外推，成功守住了位置。然而就在下一圈，头哥突然在大直道上画了个大龙去压蓝旗碎片。我是不太懂头哥为啥要放弃去吃汉密尔顿的尾流，还冒着把蓝旗吸到赛车上的风险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反正肯定不是以牺牲尾流为代价去提醒赛会清理蓝旗。我猜最有可能是向 P 房传达一个信号，发泄车队不让自己超汉密尔顿的不满吧。英国车队、英国车手、英国沃达丰集团冠名赞助，阿隆索越看越像个边缘人。头哥也真有可能是这么想的，他也曾亲口告诉西班牙媒体说自己在迈凯伦待的并不舒服。我们是看爽了，但罗恩丹尼斯很紧张啊。阿隆索这一下也让自己跟不上汉密尔顿了，他也失误上了草，又被抛开到2秒开外。第49圈，海菲尔德2停，出站后来到韦伯和维特尔中间，紧接着阿隆索也2停，但头哥的脾气也上来了，明明自己比汉密尔顿进站晚，为什么自己的第2段 stint 跑得要比汉密尔顿短呢？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迈凯伦就是为了保个1-2。果然汉密尔顿下一圈就进站了，所以说丹尼斯和惠特马什的车手管理工作做的真是稀巴烂，后面的2台法拉利也跑到一块儿去了。这时候 Kimi 硬胎起步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最后一个 stint 他可以用更软的轮胎跑完，不知道法拉利会怎么处理呢？此时海菲尔德遇到了液压系统故障退赛，
维特尔顺势来到第9，距离积分区只差1个位置了。而维特尔身前的特鲁利和马克韦伯斗了起来，特鲁利在1号弯毫不留情地关了门，韦伯一个锁死开上了草地，把位置还给特鲁利之后还被维特尔攻击，但是维特尔并没能过去。比赛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垃圾时间 ，Kimi 虽然能紧咬马萨，但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攻击动作。趁着比赛快结束，再看一眼巡航的马萨和 Kimi 吧，因为在果然罗斯伯格他爆缸了。我说什么来着？这一爆成功把维特尔送进了积分区。看着肢体语言 ，Deutsche Herr Deutschen， 维特尔有分了，耶！呜呼 ，yes！好的，恭喜汉密尔顿拿下冠军。就像43年前的披头士一样，汉密尔顿第一次来到美国就征服了这里，也把自己积分榜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0分，这已经是一座分站冠军的差距了。Ron was very adamant during that race. He let you and Fernando fight fair and square, despite some requests from Fernando. So probably worth giving him a big thank you when he finished. 从赛后的语音里可以得知，迈凯伦并没有下达车队指令，但头哥的确是挺不乐意的，也给罗恩·丹尼斯下够呛，为日后的内斗埋下了隐患。我愿把这个画面称作21世纪 F1 最大的塑料友谊。这场比赛和上一站加拿大一样，都是小汉第一次跑的赛道，但他却拿下了2连冠，真是后生可畏啊！当然，头哥自己的心态也出了点小问题，比如在加拿大的3次失误。迈凯伦凭借着这场1-2带回，把法拉利拉开了35分，马萨和 Kimi 更是落后汉密尔顿19分和26分之多。在 Kimi 来到法拉利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迈凯伦表现出色的 Kimi 将在07年成为总冠军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呢，好像事与愿违，总冠军貌似将要在迈凯伦的2位车手中诞生了。可是呢，后面的事儿大家也都知道了。我真的是爱死 Kimi 了。而年仅19岁的维特尔在自己参加的第1场正赛里就拿下了积分。除了要感谢海菲尔德和罗斯伯格的退赛之外，也要感谢自己除了第一圈走大之外毫无瑕疵的表现。这一分不光打破了当时由阿隆索保持的最年轻取得积分车手的记录，还成为了自己的敲门砖。维特尔毫无疑问已经具备了正式车手的能力，只等一支车队来给予维特尔机会，让他兑现自己的天赋。